到底是什麼人？斗靈帝國交給我。無論你的身份變成什麼樣，你都是我的徐三石。殺光他們，一個不留。敵人從哪裡發動的攻擊，我們怎麼辦才好？差不多該上重頭戲了。絕世唐門165集，徐三石身世曝光，接管斗靈帝國。霍雨浩開啟亡靈大軍，大開殺戒。徐三石带着江南南等人抵達靈斗城外城牆，望着城內滾滾硝煙，面色格外沉重。徐三石身上流淌着双重血脈，一半歸屬天魂帝國，另一半來自斗靈皇室。他的生母是斗靈前朝最受寵的小公主，当朝斗灵皇帝的亲姑姑。如今帝王生死不明，讓徐三石心緒繁杂。当年母親执意嫁給徐三石的父親，遭到斗靈皇室全员反對。備受寵愛的公主最終選擇為愛私奔，被徐三石父親帶走，再度回歸斗靈時已經懷上徐三石。正因這段過往，斗靈皇室長久排斥徐三石一家人。這段身世過往被徐三石藏在心底，就連朝夕相伴的江南南都一無所知。徐三石第一時間向將領詢問城內具體戰況，將領坦言敵軍毫無徵兆突襲，主攻皇宮與全城各類戰略要害，傷亡極其慘重。9級定裝魂導炮彈轟擊皇宮的瞬間，刺眼的橘紅色光球籠罩整片皇宮區域，守將身處城頭，如同遭遇世界末日。城內負責反抗的本土魂導師幾乎被敵人屠殺殆盡。之後，日月魂導師轉頭圍剿城防軍，城防軍缺少統一指揮，無力反擊，死傷無數，城中大量高大建築盡數被魂導炮火摧毀。徐三石壓下滿心沉重，冷靜安排對策，在無法確認皇室成員存活情況的當下，穩住城內秩序是第一要務。2支進攻的魂導師團已經被史萊克眾人擊退撤離，短期不會再有敵軍來襲。徐三石要求將領抽調守城兵力，隨自己入城維穩。守城將領十分猶豫，斷然拒絕放棄城門防守，看向徐三石的眼神也多出幾分猜忌。徐三石不再多做解釋，摘下脖颈間一條銀色細鏈，吊墜是鑲嵌6色寶石的淡金牌子。守城將領見到吊墜大金失色，當即單膝跪地，恭敬稱呼徐三石為王爺。江南南、南秋秋等人滿臉錯愕，完全不清楚徐三石擁有斗靈皇室王爺身份。這條吊墜是徐三石外公，也就是斗靈前朝皇帝賞賜給愛女的親王信物，全斗靈帝國數量寥寥，代表着不輸親王的至高皇室地位。當年公主私奔，老皇帝震怒想要收回信物，公主拼死藏匿不肯交出，最終這件飾品傳到徐三石手中，作為他成年禮的禮物。徐三石從未期盼有動用信物的一天，可如今血脈責任壓身，他必須扛起重擔。徐三石收好項鏈，以皇室身份下令，命將領領兵進城止亂，杜絕城內繼續出現傷亡。將領重整心神，紛亂之中看見了復國希望，立刻抽調城頭1500名官兵，親自帶隊跟隨徐三石一行人進入靈斗城收攏軍隊，安撫百姓。徐三石依靠皇室身份接管靈斗城內部管控，全力平定動亂。另一邊，霍雨浩與唐武同順利追上倉皇撤離的邪軍黃龍2支獸王級魂導師團。遠遠望着對方整齊劃一的飛行陣型，霍雨浩感慨日月帝國魂導師培養體系、聯動魂導戰法全面領先原屬3大帝國。唐武同滿心無奈，2支魂導師團全程開啟聯動防禦護罩，常規偷襲完全行不通。若是沒有聯動防禦，霍雨浩依靠模擬隱身搭配精神干擾，足以逐個獵殺魂導師，但全覆蓋的聯動屏障封鎖了所有偷襲路線。這些魂導師只需要穩定維持防禦，就能穩穩隔絕外部突襲，給追殺造成巨大阻礙。霍雨浩沒有選擇硬碰硬，打算依靠持續騷擾，不斷消耗對手魂力與耐心。他從儲物魂導器取出一門30毫米口徑的黝黑魂導爆裂炮，這件魂導器本體評級7級，實際攻擊威力只有5級水準。霍雨浩刻意犧牲破壞力，把所有工藝重心放在射程上，最遠可以攻擊10公里，連魂導老師宣子文都為此誇讚他工藝出众。這款武器造價昂貴，卻能夠反覆使用，非常適合遠距離拉扯騷擾，不用消耗價格高昂的一次性定裝炮彈。霍雨浩不用精準瞄準，直接灌注魂力發射炮彈，炮彈飛出100米後2次加速，彈體分離助推，速度暴漲，狠狠撞在魂導師團的聯動護罩上，炸開火光。經歷靈斗城血戰，又遭遇霍雨浩突襲，險些斬殺下宣城，所有魂導師早已緊繃神經。炮火襲來的剎那，2支隊伍下意識把聯動防禦拉滿，聯動攻擊魂導器同步充能備戰。徐天元、夏宣城2位團長應對流程毫無破綻，可全員戒備之後，始終找不到攻擊者的蹤跡。普通爆裂炮在日月早已被淘汰，只有低端城防還會使用。獸王級魂導師團平日裡根本不會接觸這類武器。2支魂導師團緊繃神經，在空中戒備整整5分鐘，始終找不到敵人蹤影，才反應過來遭到了戲弄。唐武同一眼看穿霍雨浩的心思，明白他要用不間斷騷擾，讓敵軍長期處於緊張狀態。霍雨浩一邊牽制追兵，一邊掛念靈斗城安危，祈禱徐三石可以穩住局勢。2人同時憂心橘子的全盤謀劃，一旦斗靈前線大軍得知皇城被毀，大概率衝動出戰，主動進攻，正中橘子圈套。霍雨浩講明長遠思路，正面戰場很難抗衡日月大軍，如今只能不斷消耗日月高端魂導師。魂導器械可以批量量產，優秀魂導師卻需要長年累月培養，只要持續收割對方精銳，日月的戰力優勢早晚不斷縮水。遠處魂導師團上下心知自己陷入被動，此前靈斗城攻城戰半路遭遇突襲，已經讓所有人魂力消耗嚴重，全程飛行加上不間斷防禦，進一步透支魂力。大部分魂導師只有4環修為，哪怕依靠飛行魂導器、蜜蜂奶瓶續航，也扛不住長時間高強度魂力消耗。
霍雨浩没有魂力續航短板，极限单兵训練練就了頂級耐心，天然掌握拉扯主动权。徐天元私下找夏宣城商議对策，两人都清楚长期被动消耗，早晚全军崩盘。最終敲定策略，全队落地休整，两支队伍輪換休整，輪換布防，依靠地面密集陣型抬高防禦強度，依靠輪流冥想恢復魂力。兩人話音未落，又一枚爆裂炮彈破空而來，魂導師們再度本能加固防禦，飛行節奏被迫中斷。夏宣城迅速冷靜下達差異化指令，黄龙魂導師團關閉集體防護罩，僅留協軍魂導師團維持屏障正常趕路。他十分清楚，一旦全員開啟攻擊，魂力消耗會翻倍增長，恰好落入霍雨浩的消耗陷阱。他親身領教過霍雨浩二人的恐怖實力，知曉對方擁有空間隱身能力，貿然反擊只會白白浪費魂力。當下只能縮減消耗，穩步撤離，比拼雙方耐心。霍雨浩依舊穩定輸出，1-2分鐘就遠程打出一發炮彈。起初敵軍次次緊繃防禦，時間一長，眾人摸清只有普通爆裂炮攻擊，漸漸麻木，多數人不再額外耗費魂力加固護罩。僵持半個時辰後，騷擾戰術效果下滑，霍雨浩立刻更換武器，取出一柄3米多長墨綠色長矛樣式魂導炮，魂力灌入後炮身流轉幽綠光芒，炮尖前方空氣持續撕裂，形成穩定空間裂痕。唐武同不懂魂導科技，卻能直觀感受到這件武器的致命威脅。霍雨浩借助精神共享，鎖定人群中一名正在休整的黃龍魂導師，蓄力完成瞬間發射墨綠色射線，同時自身全速衝刺，拉近和防護罩的距離，射線精準穿透聯動防禦，命中目標魂導師。此人自帶的觸發護罩瞬間消融，軀體直接化作漫天綠色光點消散，全程沒有發出半點聲響。防護罩困住飄散的綠光，無法向外擴散，全場魂導師驚駭不已，紛紛開啟個人魂導護罩自保。夏宣城與徐天元一眼認出這是9級超級分解炮，這類武器可以拆解一切能量屏障，想要抵擋必須擁有3倍以上防禦強度。此刻兩支魂導師團人員折損近1/3，防禦力量不足，地面密集陣型尚可勉強抵禦，空中鬆散陣型完全扛不住。夏宣城為穩住軍心，謊稱9級分解炮一天只能發射1次，強行壓制隊伍恐慌情緒。兩位團長內心無比惶恐，沒想到追殺者不僅是超級鬥羅級別魂師，更是掌握9級魂導器的頂尖魂導師。各類探測魂導器全部找不到霍雨浩蹤跡，對方隨時可以遠程狙殺，眾人全程被動挨打。測算返程路程，全員全速飛行也要4個時辰才能回到日月境內。所有人魂力儲備不足以支撐長時間趕路加防禦，徐天元下定決心，全隊落地休整。落地之後，黃龍魂導師團在外布防，協軍魂導師團在內休整，依靠地面緊湊站位，增厚聯動防禦，降低分解炮威脅。夏宣城、徐天元和一眾高層聚在一起商討對策，二人都是日月護國之首高層，地位尊貴，此刻卻被暗處敵人死死拿捏，找不到攻擊者，所有戰力都無從施展，長期消耗下去，隊伍大概率死傷殆盡，甚至出現嘩變。夏宣城提出引誘戰術，主動露出破綻，引誘霍雨浩近身，依靠大範圍地毯式魂導火力鎖定敵人位置。霍雨浩二人空間穿梭，需要短暫前搖，只要捕捉現身瞬間，多名頂級魂導師合力猛攻，有機會重創對手，逼退追兵。徐天元十分認可，將2支魂導師團指揮權全權交給夏宣城調度，自己帶領4名副團長組成強攻小隊，準備集中火力突襲。徐天元內心對橘子、徐天然都談不上信服，卻不得不承認橘子軍事謀略過人，在日月軍民之中聲望極高，甚至穩壓帝王徐天然。此時霍雨浩和唐武同身在高空，完整看清地面敵軍所有部署。唐武同察覺對方落地聚攏陣型，提升防禦。霍雨浩預判敵人準備設陷阱，引誘自己主動現身。唐武同提議不上鈎，等到對方再度起飛陣型鬆散時，再用分解炮獵殺。霍雨浩另有打算，決定順勢入局，甚至準備改變全盤作戰目標，不再追求全殲魂導師團。他湊在唐武同耳邊講明新計劃，惹得唐武同調侃他算計太深，甚至打趣懷疑他變相幫橘子。霍雨浩連忙解釋自己絕非幫扶橘子，黃龍魂導師團隸屬於日月皇室宗親，是宗親派系最重要的武力支柱。如今日月3方勢力互相牽制，殘暴的徐天然、陰毒的聖靈教、擅長領兵理政的橘子，相較另外2方，橘子掌權更有利於大陸局勢。霍雨浩打算借力激化日月內部矛盾，利用各方內耗削弱日月整體戰力，這是正面戰場失利下唯一可行的破局辦法。唐武同明白霍雨浩的考量，二人一同隱匿身形，前往遠處布局。地面協軍魂導師團完成魂力恢復，2支隊伍輪換，黃龍魂導師團進入休整，協軍負責外圈警戒。夏宣城全程不敢放鬆警惕，一直等候霍雨浩現身，隨時準備啟動陷阱。沒過多久，探測魂導器傳來警報，大批不明敵人從地面合圍樹林。夏宣城判斷是霍雨浩叫來援軍，鬥靈本土沒有精銳魂導師團，即便來再多魂師也不足為懼。他下令喚醒大部分休整魂導師備戰，同時指揮魂導射線清理周邊林木，清空視野，保證遠程火力可以無阻攔覆蓋整片空地。樹木盡數焚毀之後，合圍而來的敵人徹底暴露，所有魂導師渾身發冷，來襲的根本不是人類軍隊，而是規模龐大的亡靈軍團。手持古刃的骷髏，流淌腥臭液體的青色僵屍，無頭騎士，屍體拼接巨型魔物鋪滿
視野，整片區域被厚重的死亡氣息籠罩。夏宣城立刻叫醒正在打坐的徐天元等人，一眾高層見到亡靈大軍，瞬間恍然。徐天元勃然大怒，斷定出手之人是聖靈教邪魂師。當年徐天然執意和聖靈教結盟，徐天元極力反對，軍方高層一直厭惡邪魂師。如今聖靈師借着追殺的名頭圍剿軍方精銳，打算趁機除掉2大獸王及魂導師團。只要這支隊伍覆滅，既能削弱橘子麾下軍方戰力，又能嫁禍史萊克，讓日月和原屬3國仇恨加深。隨行副團長紛紛附和，認定聖靈教想要借戰亂鏟除軍方勢力，在無人作證的荒陵殺人滅口。亡靈大軍步步緊逼，危機迫在眉睫。徐天元下令動用全部壓箱底魂導裝備，拼死突圍，打算殺出包圍圈返回日月，向皇室揭發聖靈教的陰謀。夏宣城全力配合，2支原本被霍雨浩追擊的魂導師團，此刻被迫調轉全部火力，直面突如其來的亡靈大軍，整片樹林徹底陷入新一輪混戰。